大家好，今天讲的是揭开地府贫民区生活的神秘面纱。自从音律无情刊出后，一些人以为这是伏击或附身所写出来的文章，所以在这里必须再强调，阿育是打坐入静后，心要无杂念，才能把心力集中啊。跟着仗着佛力的加持，在非常清醒状态下，乘白莲花一刹那之间就到达地狱了。故此，《音律无情》一书内容经三番五次的往返地狱核实，参考价值极高呢。如果有错的话，都是阿育修为有限，以致听错。但阿育想为佛菩萨做事，及为利益一切众生持戒的心是绝对真真实实的啊。所以《音律无情》一书是绝对不同于民间伏击、附身、起灵或做梦所写出来的著作。敬请广大读者诸君留意。感恩佛力加持，乘白莲花出发。阿育向判官核实行礼。今天想请问判官，地府贫民区是否属于鬼道？判官说，贫民区是属鬼道所设，即是众生在生前做人不好不坏，没做什么大善行为，也没做什么大恶，终其一生平庸度过。当其寿终时，会先由黑白无常带领进入审判大殿，观其善恶记录簿。无地狱业之众生，就可分配到此贫民区。如有大善业者，则可上升或回生人间投生。今天就参观贫民区啊，一念间就来到贫民区了。这里感觉比地狱好上太多太多，最起码不用受刑罚。看见此生活的众生跟阳间差不多，大家是十分自由的。贫民区的众生可以自由活动，自由做简单的买卖贸易。这里有大人小孩及商店。天空是灰色的，没有太阳，更没有星星月亮。他们衣服看上去是暗暗的，没有血肉之体，感觉他们的形体是有点轻飘飘，不像阳间众生走路时有种地心引力的感觉。这是其中的一种分别。我过去看看，前面聚集了一群鬼道的平民啊，原来是个长走廊型的百货零售区。这条走廊很长，左右两边都是贩货的摊位，每一个摊位有2、3个老板，有的只有一个在做买卖。这里有美食区，看看他们吃的东西吧。啊，怎么发现他们的所有食物都没有温度，全是冰冷的呢？所有食物好像都很轻，应该说看上去是一件物品，但当我拿在手中时，却没有一种物质重量的感觉。在阳间拿杯水有种重量，这里的东西则无此感觉。再看看贫民区的灵体是如何进食的吧，他们像在吸食东西，而且很快呢。这时突然听到一个女老板在叫我：“老板你好啊，这是什么来的呢？”这是刚做好的清润汤，喝完明年再喝。哇，1年喝一次，灵芝都无此功效呢，能够喝一次保1年，营养真厉害呢。这时女老板的手碰到我的手了，她说：“小姐，你的体温很高啊，要保重啊，来喝1碗汤吧。喝完会降低温度，感觉舒畅。”我笑说：“谢谢了，今天不想喝。”在阳间，我的体温从小就属于偏低类型的，来到贫民区竟然算是高了。一路上看见灵体在自由的购物，这个贫民区有种平淡的感觉，还是有种阴气，但比地狱就好很多了。我想请问判官，贫民区的众生平均寿命有多长呢？他们的饮食是稀的吗？判官说，寿命来说最短的300年，最长的有1500年。如有善根修行的，可提早寿终，上升到人间或天上。至于食物，他们无需像阳间众生每天吃3餐，他们是靠触食的，吸取食物的精华，吃一次大约可保1年。若阳间后人4月清明拜祭一次来说，就可保足1年了。但切记一定不要用肉食来拜祭先人，
如此则会增加鬼道仙人的罪业。阳间后人应采用素食、鲜花、水果之类来拜祭。当然最好是诵经念佛，积德行善，回向报答先人养育之恩，令先人早日超生。今天到此为止，莫要忘记回去告诉世人，勿再用肉食拜祭祖先，徒令先人受苦。今次到地府贫民区参观学习，令阿玉真是大开眼界，增广见闻，学到了不少东西。人死为鬼后，原来真有另一生存空间及世界，继续未完的业报生命。阿玉感恩判官教导了，乘白莲花回家。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各大庙宇都有这个可以免费拿，音律无情。谢谢大家。